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科技二流子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將為大家介紹10個非常實用的網站，它們覆蓋生活、學習、辦公、娛樂等多種使用場景，很多功能甚至堪比付費服務，卻完全免費。所以強烈建議大家先收藏，接下來我將為大家一一介紹。首先，第一個網站是 Alternative2， 它是一個專門查找替代軟件的網站。核心功能就是幫助你為正在使用的軟件找到合適的替代品。比如，你是一名視頻創作者，平時習慣使用蘋果電腦上的 Final Cut Pro 剪輯視頻，現在換到了 Windows 平台，需要尋找一款能夠替代 FCP 的軟件。這時候，我們來到 Alternative2 官網，在搜索框輸入 Final Cut Pro， 點擊搜索，找到這款軟件後，可以看到它擁有122個替代方案。點擊進入後，再點擊 Windows。即可篩選出支持 Windows 平台的軟件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Chrome 或 Edge 瀏覽器，可以點擊右鍵將頁面翻譯成中文，閱讀起來會更加方便。可以看到，在 Windows 平台上 ，Final Cut Pro 最受歡迎的替代軟件是 DaVinci， 當然還有像 DaVinci Resolve、達芬奇等其他優秀的軟件。展開這裡的篩選器，還可以進一步按照免費、開源等條件進行篩選。網站還會顯示每個替代軟件的用戶點讚數量和評分，方便大家根據需求進行選擇。無論是尋找跨平台軟件，還是尋找商業軟件的免費替代品，這個網站都非常值得收藏。第二個要介紹的網站是 VirusTotal， 它是一個提供多引擎掃描和安全分析的網站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殺毒軟件集合體。當你遇到可疑文件、網址、域名或者 IP 地址時，都可以提交到 VirusTotal。它會同時調用幾十種甚至近100種不同的安全引擎進行檢測，並生成一份綜合分析報告。如果你收到來源不明的郵件附件，或者下載了一款不確定是否安全的軟件，強烈建議先使用 VirusTotal 掃描，再決定是否打開。例如，我想檢測電腦中的一個程序，打開 VirusTotal 官網，點擊 Choose File， 選擇本地文件，稍等片刻即可看到掃描結果。如果所有檢測結果都顯示綠色，說明該程序相對安全。如果有多個安全引擎同時標記為紅色，說明它很可能包含惡意代碼。這種情況下就不要輕易運行。除了掃描文件，它還支持掃描網址。回到首頁，點擊 URL， 輸入需要檢測的網址，點擊 Search 即可開始分析。對於個人用戶來說 ，VirusTotal 完全免費，多引擎聯合掃描也能有效提高惡意程序的檢出率。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在線格式轉換網站 iConvert。它支持多種文件格式互相轉換，包括圖片格式，例如 JPEG、PNG， 音頻格式，例如 MP3、M4A， 以及許多其他常見文件類型。對於普通用戶來說，它完全免費，沒有轉換次數和文件數量限制，非常良心。打開官網後，點擊右上角可以切換為中文界面。下面我們來演示圖片格式轉換。點擊左側的圖片，選擇本地 PNG 圖片。在目標格式中選擇 JPEG， 圖片質量可以設置為1到100，100表示最高質量。如果希望圖片體積更小，也可以適當降低數值。這裡還可以調整輸出圖片尺寸。最後點擊開始轉換，完成後保存到本地即可。官方表示，所有上傳文件都會在處理完成後2小時內自動刪除，不會長期保存用戶文件。第4個網站是 Pexels。它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圖片和視頻素材網站。網站擁有大量高質量攝影作品和短視頻素材，你可以免費下載，用作桌面壁紙、自媒體創作或商業項目。打開官網後，可以選擇搜索圖片或視頻，建議使用英文關鍵詞進行搜索，這樣結果會更加豐富。例如輸入 C， 選擇喜歡的作品後，點擊下載即可。根據 Pexels 的授權協議，大部分素材都可以免費下載、修改和使用，而且通常無需標注作者，非常方便。第5個網站是 WikiHow， 它是一個在線協作式知識平台，這裡匯集了各種各樣生活問題的解決方案，例如如何克服社交恐懼、如何修復牙釉質、如何制作冰淇淋等等。打開官網後，默認是英文界面，也可以訪問它的中文版本。在這裡，你可以直接搜索感興趣的話題，也可以瀏覽下方分類，找到自己想學習的內容。如果你正在學習英語，或者經常需要寫英文文章、郵件，那麼接下來這個網站一定會非常有幫助。它就是著名的 Thesaurus.com， 它擁有龐大的詞彙數據庫，主要幫助用戶查找單詞的同義詞，
近義詞和反義詞，對於提升英語表達和潤色文章都非常實用。例如輸入 beautiful， 點擊搜索後就會看到大量同義詞，最上面的是含義最接近的詞，中間是相近詞，下面則是相關詞彙。以後無論寫作文還是日常交流，都可以使用 gorgeous 等詞語來代替 beautiful， 讓表達更加豐富。點擊 antonyms 還能查看 beautiful 的反義詞。繼續向上點擊 View definitions for beautiful， 即可進入詞典頁面，查看這個單詞更加詳細的解釋。這個網站把詞典和同義詞查詢結合在一起，學習英語時非常高效。除了學習英語，如果你想系統學習大學課程，那麼一定不要錯過 MidOpenCourseware。這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於2001年推出的開放課程網站。網站免費公開了 MIT 眾多課程的教材、講義、課堂錄像以及考試資料。例如，我們搜索 Quantum Physics， 可以看到許多相關課程，點擊量子物理學1，這裡能夠查看課程簡介、教學大綱以及推薦教材。點擊 Lecture Notes， 可以下載每節課的 PDF 講義。點擊 Video Lectures， 可以觀看課堂錄像。點擊 Assignments， 可以查看課後作業。點擊 Exams， 還能查看歷年考試試卷。所有課程資源全部免費開放。借助這個網站，即使不在 MIT， 也可以像旁聽生一樣學習世界頂尖大學的課程。以上推薦的7個網站，在國內一般都可以正常訪問，只是有時候速度會稍慢一些。接下來推薦的3個網站，則需要身處海外或者使用科學上網工具才能訪問。首先是 Google Scholar， 谷歌學術。它是谷歌推出的免費學術搜索引擎，借助它，你可以搜索到大量學術論文、碩博士論文、頂級期刊文章、會議論文以及學術書籍。例如搜索 Deep Learning， 這裡會出現大量相關文獻，旁邊顯示的引用字數代表這篇論文被其他研究引用了多少次，也能從側面反映它的影響力。點擊引用，還可以自動生成不同格式的參考文獻，方便寫論文時直接使用。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Internet Archive 互聯網檔案館，它是一個非盈利性的互聯網數字檔案館。網站長期保存互聯網上的大量網頁、圖書、音頻、視頻等內容，並免費向公眾開放。其中最著名的功能就是 Wayback Machine 網站時光機。借助它，我們可以查看一個網站幾年前甚至10幾年前的樣子。例如輸入 google.com 就可以瀏覽谷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網頁界面。比如回到2005年。選擇一個日期，就能看到當年經典的 Google 首頁。除了網站時光機，它還有很多實用功能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探索。今天介紹的最後一個網站是號稱世界最大的數字圖書館 Z Library， 它收錄了大量電子書資源，方便用戶在線閱讀和下載。不過，由於很多資源涉及版權問題，該網站長期存在法律爭議。從2022年開始，它的多個主域名陸續被封禁。雖然 Z Library 為很多讀者提供了便利，但版權問題同樣值得重視。如果需要閱讀相關書籍，我還是建議大家優先購買或借閱正版圖書，支持作者和出版社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所有網站鏈接我已經整理放在視頻下方的簡介中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你有所幫助，歡迎點讚、收藏並分享給更多朋友。如果你還知道其他非常實用、值得推薦的網站，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交流。這裡是科技二流子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